我常讲说，人跟人、动物，跟植物跟这个植物的加工品，植物的加工品是什么？当然，这个频道谈的就是酒嘛。那人、动物，我想包含植物也是有了，都是有那种刚起床休息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是那种睡眼朦胧啊，不想动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说，你还没有睡醒，还没有醒过来，或是就是没有什么精神，或是你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也就是说，是那时候如果叫你做任何的事情的话，假定我们以人本身自己来讲的话，假定叫你做任何事情的话，你一定会，总不能叫你这边解数学吧？那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好累哦，然后可能就只有坐在床沿边发呆，还没有睡醒。那这种情形呢，除了人之外呢，在动物、在植物、在植物的这个加工品或是农产加工品，所谓酒的身上的展现会有不一样吗？还是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推理？填土之道有道理啊，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其实我要谈的这一集的主要目的是说，很多酒友在谈所谓的酒的醒和不醒，不是行和不行哦，是醒，睡醒的醒，醒和不醒。通常不会讲不醒，通常都是讲说这款酒还没有醒，还需要醒，还没有醒开，或是他还在睡，还在沉睡哦。所以你要嘛就是让他回去睡觉。不过如果你已经在开酒，已经开了的话，你要怎么让他回去睡觉，对不对？那这时候可能就我们所谓的醒酒器然后就是让他去醒，或者是说比较厉害的人是看一下那个年份啊，看一下它的产区啊、葡萄品种等等的。这个酒还不适合开，它还需要陈年，这个摆回去。之前大概2-3个月前吧，我有谈过用那个最新的那种有一种针刺的去取那个瓶内的酒的那个东西呢。我个人简单讲，我个人对这种东西没什么好的评价但是各位可以去看看我那时候我那一集讲的是用一些比较科学的角度去提这些东西。那这边我就不谈，我就单纯提到说，今天呢，我们也不谈这个酒没有醒的时候呢，或是打开了发觉它所谓的没有醒，就是懒洋洋的人懒洋洋的。那以酒来讲，就是喝起来就是觉得那个香气也没有很闭锁，或者是单宁感让你觉得很强，或者这个酒体喝起来就涩涩的，喝起来就是一种这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还没有融合的很好的那种感觉。那你遇到这种情形要怎么办呢？其实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就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氧化程度还不够，它接触空气氧化的程度还不够。因为氧化会造成很多种这个里面很多种化学分子的它的这化学变化氧气是很重要的一个物质不管你是在木桶里面陈年，或是我们倒在那个醒酒器，或者倒在酒杯里面，都是一样。其实它都是为了让它接触更多的氧气特别是后两者。木桶的氧气呢，它也不能太多，太多有时候氧化过度，马上就酸掉也不行但是木桶这个以后我一定会额外再花2-3集来谈。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开到一瓶酒了，你发觉它需要醒，要怎么做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又要分2个来说。第一个，因为这边是在谈葡萄酒跟日本酒或所谓清酒这样子的
的酒种哦，烈酒其实有一种也有醒的方式哦，这以后我再说。但是我们先 focus 在这所谓的酿造酒上面，特别是葡萄酒跟清酒。那葡萄酒跟清酒呢，我觉得其实只要讲葡萄酒就可以了，因为清酒的部分呢，等我讲完葡萄酒，我等一下今天都也会做一个结论哦，就我尽量现在都要把它做到15分钟以内。我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说，刚刚我们讲说，醒酒有没有必要？有，醒酒有没有帮助？有。如果说这个酒真的是像我讲了，它喝起来比较闭锁的话呢，你透过适当的氧气接触，就是酒体跟氧气接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神师第一的那个漫画哈？他好像第1集还是第2集吧，他拿那个酒瓶这样，就是这样拿起来，然后很高的打开那个酒液，这样直接从空中像下雨一样滴到那个醒酒器里面。他这样做，当然那是表演啦，但是可是他有没有他的道理在？有，因为这样下来的话呢，其实很简单。你醒酒的目的呢，我刚刚提过了，就是要让它跟空气做最大的面积的接触，最大面积的接触。然后特别是在我们不搅拌的状况底下，因为搅拌它虽然有接触到，但是那个反而会让酒变得更浑浊。它这样倒下来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极大化的增加了这个酒的液体接触接触空气的面积。第二个呢，一般的醒酒器呢，各位上网查醒酒器这样的东西哦，玻璃做的那种的糊状的，它不管是什么形状，不管是歪七扭八，或是最典型的一个像一个一个宋瓷啊陶瓷品这样的一个东西哦，它是玻璃的哈。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如果是一个艺术家，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么多，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在做这种醒酒器，对葡萄酒有研究的这些酒器的制作家，他们在做这种醒酒器的时候，那个醒酒器里面的液面的最大面积就是最宽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你酒倒下去，如果你是用一瓶酒整个倒下去的话，它满的话会刚好满在那个最宽的那个地方。如果啦如果，所以我会建议还是买一些正统的醒酒器，那比较重要，因为你倒下去之后，它就是在最宽的面积那边就整个就满了。为什么？因为它这样表面积接触到空气的那个程度越大，然后越能够加速酒的醒开哈。你如果起床之后，你发觉这个头晕晕的啦，一下没什么精神，像我现在早上起床早上也在玩股票，我就会跑到趁着9点之前就会跑到门外那边去晒太阳，浇我的那个花草，然后晒太阳。一方面浇花草，一方面就是晒太阳。像今天太阳晒起来就很舒服，晒一晒之后呢，吸收一点维他命 D， 然后就会觉得整个人精神就来了，那个效果比喝咖啡还要强。进来大概5到10分钟吧，水花浇一浇差不多了。同样道理，醒酒那个东西原理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加大它的氧气的接触面积呢，会让酒醒得比较快。那至于说多少时间快或慢呢？这个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每种酒不一样嘛，产区、葡萄品种啊、酿造方式啊、生产年份啊，许许多多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没有答案的。那你说我要怎么知道这个酒是不是已经醒好了？第一个，这酒是谁要喝的？如果我在餐厅，这个酒是客人要喝的话，当然就会倒一点出来。也许专业的侍酒师会先闻一下，但是你再怎么专业，你还是要把这个酒倒一些，是给那个主人他们去品尝看看，就是这个宴会的主角的那个人或者是提供酒的人，因为是他带来的，那他闻闻看，喝喝看，觉得 O 不 OK？你自己让先做判断可以，但是不是叫你一个人在那边先把别人的酒喝掉一大杯？不是的，他可能会倒一点点，或者是隔着片他就闻闻看了。有经验的他就会判断了。他如果觉得可以或觉得不可以，他不论觉得可以或不可以，他就会倒一些给你，让你去喝喝看。
那有些人可能是先让你闻一下那个瓶塞的味道，然后确定猜猜看，大概装模作样一下，说这个大概要醒多久。其实最终要判断还是那个酒，它端一点点过来，然后在酒杯里面呢，倒到酒杯里面，让你去品尝看看，觉得可以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呢，你还要估算什么？还要估算说你煮这个酒是要搭什么菜？通常我们讲这种要醒酒，通常都是红酒嘛。啊，当然你要搭这牛排，搭这个什么羊排牛膝什么牛尾什么这些菜大概什么时候会上？然后你去估算一下这个时间，或是这个酒质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程度哈。总而言之呢，这种醒酒呢，如果单纯就字面上，我讲字面上是中文的字面上醒着这个意思的话呢，他要做的就是上述的这些动作，然后确认这个酒跟空气的接触，或者在倒了酒的过程中，让里面的酒稍微在比较慢速的这样循环一下，让整个酒体的分布更为平均。然后这时候呢，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闻闻看，觉得可以，那我们再顺便跟那个内场的这些厨师们，他们就会沟通好什么时候把这个菜上来，并等着酒一起喝，餐酒搭配嘛。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说呢，这个是中文的意思，我不晓得谁翻译这个东西的，但是在这个所谓的醒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我们本来是从所谓的 decant 叫醒，我们把它翻译成为醒，然后 decanter 再加一个 decanter，就翻译成为醒酒器哈。但是呢，其实这个你讲约定俗成也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题哦。所谓 decant 这个字呢，你当然你翻译成醒，也按照我刚刚讲的方式也没有算错了。但是 decant 在国外呢，这个英文单词是其实是把酒渣跟酒体分离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倒酒的时候，你不是这么夸张的方式在倒，就是这边有一个 decanter， 一个醒酒器，你倒酒下来的时候，因为酒的底部通常都会有酒石酸的沉淀，一些渣滓什么的，因为它们不见得过滤的这么干净，所以你在倒的过程中呢，其实这样叫做 decant， 它就是倒酒的意思，但是它的倒酒有区分掉这个渣滓跟这个酒体本身的异味在里面，这个叫 decant。把它倒出来，然后倒到最后，你发觉这个底下有酒渣的部分，自然而然就不会再倒了。留下来这个部分呢，放在旁边，再让它稍微再沉淀一下。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有氧气的接触，但是其实那个去掉酒渣是也算是一个关键的部分。为什么？因为那个已经是变成那种盐类的物质，那个是你吃饭你不是要喝那个，不是要吃这些东西嘛？那个东西。通常都酒石酸盐啊，那我们就不考虑了。所以他是把它做一个分开的动作。这个对于早期的古老的酒特别重要，特别是老酒或者是更早以前酿酒的时候，它之所以有这个 decant， 主要因为以前的过滤的这种方式程度没有像现在的技术这么的好，差很多啊。特别是像现在奈米技术，有些东西它跟那个过往的这个在酒粕、酒渣跟酒的分离呢，其实可以做到很细致，那种细致是甚至连能够把微生物把它这种很小的细菌把它过滤掉，也就是说，这过滤过程中已经有杀菌的意义在里面了。杀菌，各位不要想说一定是要把菌给弄死啊，把它隔离开来也是一种杀菌啊，对不对？那你如果透过奈米技术的话呢，你可以做很细的那种网子。当然这些部分呢，其实我之前也提过，有关过滤这一期我也提过，反正就回去找吧。通常我都会把比较重点的部分呢写在那个 EP， 就是 episode 这一集要谈什么东西上面，各位可以回去找哈。然后我还是要提醒一句，就是我讲话现在有改进，但是以前我前面15分钟大家都在讲一些其他铺陈一些东西。通常到后面的大概30分钟、40分钟才会提到比较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主题。
所以要看完才有办法去理解我在讲什么。然后前面那个也不是在那随便乱提，我有时候讲的这个东西是，会跟后面是有产生关联的哈，绝对不是在无的放矢哈。那你知道说以前的 Deccan 的重要性，那你延续到现在，那因为现在既然都已经这么发达了，所以这种所谓的 Deccan，你如果把它翻译成为醒酒可以，但是有什么酒渣分离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倒是没有那么严重了啦哈。但是他同样做的目的，其实还是在让这一瓶还没有或是快要你觉得应该是已经可以喝的酒了，如果还没有那么好的话，你还可以先做个让它醒一下。可是像我就有遇到过那种酒，其实还没到之前我就觉得这个酒应该是可以喝了，这是经验的判断啊。那需不需要到 decanter？ 不一定哦，就是不一定咯。所以这种状况就变成是，比方讲，如果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会把这个酒都拿出来，哪个要先开，我都会跟这个经理讲，外场经理或者是他侍酒师讲，然后他看一看之后呢，他问我说这瓶要不要先开？我说这个不用，他知道，或者他有他的意见，他也可以跟我沟通，因为这种东西不是说我讲的都一定是对的哈，因为他们的有些经验可能也是很丰富的。那如果说我们都同意这个酒就先不要开，因为当然葡萄酒如果一个好的葡萄酒的话呢，马上打开倒出来让喝，通常效果都不会很好。即便你是倒在酒杯里面，你还是最好让它呼吸一下，然后再摇一摇、晃一晃再喝。很少有那种直接倒出来直接就这样喝的。同样的道理，即便我们觉得这个酒不需要 decant 的过程呢，你也可以在快要上菜之前就把它倒到 decanter 里面，就是让它已经初步上已经有一点点稍微再开放一点。除了开放一点之外，还有一点我刚刚没有提到，就是某些酒上面会有那种二氧化硫那种东西去做隔绝的过程哦。隔绝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像杀菌或隔离的一个程序。那二氧化硫对人身体是不好的嘛，所以很多酒上面会标示说二氧化硫的含量多少，甚至某些什么自然酒那个标榜说完全没有二氧化硫，这个就看你的需求哈的。这种所谓外加添加剂呢，去保留食物的这个安全性，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身体造成危害性，这个东西的平衡点，厂商要去拿捏，国家要管理，厂商要拿捏，然后你个人你要做选择，不是说完全天然的东西就是最好，除非你当场做当场吃，请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那我刚刚讲说那种即便它已经可以喝的，它也会稍微 decant 一下，然后可能几分钟，然后拿上来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喝了。所以回过头来，因为18分钟有点超过，回过头来decant 有2个意思，第一个就是空气接触嘛，然后去掉这个杂质，这个是第2个。所以在古时候的 decant 的意义跟现在的 decant 意义有部分相同，但是很大的部分也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酒渣会产生酒渣的几率很低了，或者说一开始都过滤掉了。它要装瓶之前，它都已经就先处理过了。那至于说我们要不要 decant， 那现在变得反而比较像是说这个酒放了多久，我是不是已经可以喝了？我是不是需要再放，还是说我现在可以喝，我也稍微 decant 一下，然后再把它拿上来？这讲的有一点混杂，但是我想其实各位不用想的太复杂。decant 就是我刚讲2个原因啊，其实还有第2个原因就是你还是要看人啊，除了看酒之外，你还要看人啊。有些酒弄得太柔和了 ，decant 的已经不用 decant， 或者说陈年陈太久，它就没有那个酒的那个本身应该要有的味道。我讲的味道不是说
我的朋友就喜欢喝那种有一点点单宁的，特别是他喜欢吃肉的那种型的，因为有一点点单宁搭肉汁是比较合适的。你酒有时候太软的话呢，喝起来就变得很像饮料一样，那个酒的存在感会被那个肉给压过去哦。所以 decant 这种东西是不是需要时间长或久，其实除了跟酒本身的特性有关以外之外，你还要跟你吃饭的人，你要搭配料理人也都有关系。我跟我朋友如果那两个大男人吃饭，我之前有请过一个外国人吃饭，我们都喜欢喝有一点点，还是要有一点点单宁的葡萄酒、红酒，所以这个时间你就不一定要彻底把它软化到多，这个已经完全没有个性，这样也不是很好哦。这各式拿捏。那在家里面呢，如果说你没有 decanter 的话，你就是提早开瓶嘛，然后你倒一些到杯子里面去看看它的状况变化怎么样。因为有这样的检测，总比你临时打开要好。那至于说多早打开、多晚打开，我的建议是，大概你没有很有把握的情形的话呢，大概提早1个小时开是一个算是蛮合理的。为什么？1个小时开呢？如果客人不可能一开始就喝红酒嘛，那你1个小时再喝，通常这1个小时变化不会太大，就是不会垮掉，完全垮掉。那如果说它是比较硬的酒的话，1个小时是够它慢慢的稍微变软。那你既然知道它已经变软，你可以喝慢一点，让它在酒杯里面或者在酒瓶里面，然后慢慢的变这个 soft， 就是 decant 了哈。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刚刚提过，既然要谈葡萄酒，也要谈清酒嘛。decant 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为刚刚讲过，就是一种跟空气接触啊，隔离掉这个杂物的过程里面。那请问日本酒要不要 decant？ 甚至我们在问 decant 的过程中，除了我刚刚讲这个去除杂物或者是空气接触之外，我想这个一定会做第2集，因为 decant 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就是当你没有 decanter 的时候再说我直接先讲这个清酒的重点，去除杂物，增加空气的接触面积。当你一个 decanter 或是一瓶酒已经先打开了放在那边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会产生变化。对酒来说，什么东西？酒体的温度。好，那对于红酒来讲，有冷气的空间，也许你觉得这影响不大，可是对白酒来讲，葡萄白酒就有影响咯，因为你如果 decant 1个小时，你会放在那个桌上这样 decant 吗？如果你要 decant 的话了某些葡萄白酒也是需要稍微打开一下，让里面的一些气体先散发出来，这个也算有一点 decant 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它就会放在冰桶里面。清酒呢？清酒其实也可以 decant， 也可以放在这个桶子里面，但是你就回过头来谈了嘛。你放在冰桶里面很大的意义是因为清酒对温度更敏感，但第二个是说，除了个温度之外，你 decant 的意义在哪里？对清酒，让它多跟空气接触吗？我曾经听过有一个酒友讲，这一瓶清酒需要 decant 个屁呀，decant！人家做好就要直接喝的酒，他都已经有一个所谓最佳赏味期了，你要 decant， 你要 decant 什么？你 decant 只是让它氧化，然后让它的香气分子跑掉而已啊。为什么？因为谷类的酿造酒跟果实类的酿造酒呢，它的香气差很多的。最主要的前面的第一阶段的 fruity 的部分就差很多了，一个是果实，一个是谷物，所以像清酒这样用谷物来酿造的这种酒种呢，你再去 decant， 它本来的香气就是酵母菌、曲菌合力去耕出来的东西，你在 decant 不是味道跑走，剩下酒精味很浓而已。除非你要的就是这种酒精味了这个有些人就喜欢喝酒精嘛，这个你要讲这样子 decant 我没有话说。
但是清酒不用 decant， 清酒不用 decant， 清酒不用 decant。你说我觉得稍微放一阵子会比较好喝，那个99%都是因为温度上升了，温度上升让你这个酒体变得比较柔和哦。因为对于清酒来讲，温度是更重要的东西，温度的变化是更重要的东西。葡萄白酒也是一样，所以不要再谈什么这个清酒需要 decant。我也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你如果硬要跨到蒸馏酒，就是白兰地啊、whisky 啊，你说需不需要 decant？它那种 decant 的感觉呢，比较像是在加热清酒，所谓的 con sake， 就是温热这个清酒有一点这样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看那个白兰地杯啊，白兰地杯都圆圆的这样，然后你的手会接触到这个杯体嘛，利用你手上的温度让这个香气就尽量的奔放出来。那 whisky 杯比较少人看到这样，whisky 杯通常都是那种比较有点像那个喝 grappa 的那样的酒哦，但是它其实也是可以借由这个温度的上升，让这个香气更为奔放，因为它们的香气几乎是源源不绝的啦。这种属于烈酒的东西。以上就是关于今天我要谈 decant 的部分哦。最近因为实在太多事情了，我更新会比较慢，而且对于这个对于人生我实在有点产生到怀疑，所以我可能就简单这样谈一谈东西，然后也不想弄太多字幕吧，也许做中文、日文、英文的字幕，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因为前面已经录了100多集，这一集可能好像是123吧，做了8个月左右，应该还算强，但是我还没办法开收益耶，为什么？因为看的时数不够长啊，所以我今天如果说请个美女来穿的少一点，跟我讲完一集，然后中间她都会换衣服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这一集给看完。那一集如果录1个小时，大家都看完了，看完了之后，一些人这样凑一下，那个就达到 YouTube 的标准了。但是像这样一个老头子在讲话，谁会看呢？除非你真的对酒很有兴趣。但是我也不晓得，人各有志吧。先想想看生命有什么意义吧。我最近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好吧，就是这样了，拜拜。